晚上好呀，今天的故事是准备好了，可是我总是觉得有一点点无聊，你们就帮忙看看，给一点意见哦。今天要讲的就是马来西亚最恐怖的道路之一——拉旺 Bypass Highway。这条路的故事啊，我看完过后都有一点吃不下饭啊。为什么这条路会这么出名呢？第一，那边超级的黑，整条路高高在上，下面两边全部都是乌漆嘛黑的森林，晚上看下去啊，什么都看不到。总之看下去就感觉很阴就对了，走过的人自然就懂。第二，一到晚上12点过后，这条路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车了，一部分的有心人就会把一些东西丢在那边，不是开玩笑的哦，看新闻啊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人在那边都遇到过尸体。还是不讲这个了，不然等下吃不下宵夜。第三，就是因为上面的这两点，整条路的怨气就很重，所以就传出了很多的灵异事件，尤其是在凌晨12点到6点的这个时间，可以不走这条路啊，就尽量不要走。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了。这个故事是来自一个货车司机的亲身经历。故事是这样的，那天晚上大概在11点半左右，司机阿力就接到了一个工作，就是从布中去到巴当咖喱的 Econ-Safe 那边送货，也不算远啦，1个小时左右的路程就可以到了。本来他是一个人驾车去的，可是幸运的就是他有一个朋友刚好要去巴当咖喱，所以那个朋友就坐了他的顺风车一起出发。有个朋友在车当然好啦，有一个伴没有这样无聊嘛。可是走着，他这个朋友就开始搞事情了哦。朋友就拿出手机在那边刷 TikTok 咯，他一边刷 TikTok 就一边跟他讲：“阿力，你懂不懂我们走着的这条是什么路啊？”阿力就随口回答他咯：“什么路 ？Highway 啦，还可以是什么路？”朋友就讲：“这条路这么出名，你都不懂啊？这条就是拉旺 Bypass 啊，马来西亚最出名的尸体路，你都不懂？”阿力当时也不怎么在乎啦，因为他也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传闻啊。然后这个朋友他就拿着那个手机怼在他前面要他看哦。阿力就在驾着车，所以就瞄了几眼啊。朋友就讲：“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，有一个人在那边跑步的时候，突然他就闻到一股很臭的味道，他就想这是死猫死狗咯。结果越走就越臭，跟着那个味道走过去，然后他就看到一个很大的黑色塑料袋，哇，这个塑料袋外面还留着黄色的字吉格力臭到顶不顺又不敢去动哦，于是就报警了。警察一来到，打开袋子一看，一具尸体。原来尸体是被人杀了过后，趁着晚上没有人的时候就丢在那边。阿力当时是皱着眉头也没有讲话。然后朋友又讲：“不止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。”这个朋友当时就越讲越兴奋哦，他就在那边翻着，去年罢了。这单更奇怪他被发现的时候全身已经烂到七七八八了，但是他就戴着红色的头盔，穿着紫色的衣服和长的牛仔裤，钱包都还有在身上，死因不明。你们想想看戴着头盔，那么他是不是驾摩托过去呢？那么问题来了，他的摩托呢去了哪里？还是讲有一个人载他去那边，然后在高速公路的上面把他推下去？尸体的东西还是不讲了，不然等下吃不下宵夜。过后朋友就在那边继续的放 TikTok， 他就看到这条路上面有很多真实拍摄的灵异事件，有一个石头还自己滚出来都不懂哪里来的石头还有一个，你看有没有看到这个白色的东西就这样，他这个朋友整条路上面就在搞这种事情虽然看起来是很吓人，不过去的时候就还好，讲最少都是2个人嘛。可是回的时候3更半夜的，他一个人就恐怖了咯。晚上驾车就没有什么人嘛，所以1个小时左右他就到了巴当咖喱。下完货过后，一看时间1点多了，然后那个朋友就跟他讲：“如果这个时候你自己一个人回去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就差不多2点了这个时间
那些东西最活跃的，你还是去妈妈档坐一下，或者在车睡一下，等天亮再回啦，这样子比较安全嘛。可是阿丽当时就想了想，他还是决定早一点放工回家休息啦。于是他就挥了挥手，过后就踏上了一个人回家的路程。朋友就下了车，剩下他一个人在Van车里面，就有一点太过安静哦。回想起那些事情，就有一点害怕。于是阿丽当时就打开 radio 开大大声哦，就用这个声音来壮胆啊。大概过了30分钟左右，他就来到了这个最恐怖的地方。该来的还是要来的。这个时候他就在比较高的地方，左右两边乌漆嘛黑的，看下去下面的森林更黑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深不见底。而且整条路上面半辆车都没有，就只有他一辆 van。 这个 van 的车灯也不算很亮，所以根本就照不远。就这样，他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听着歌，脚就拉满油。可是他这个 van 呢就比较旧了，所以他拉满油只可以跑100罢了。整条路都没有车嘛，所以他就在右边的 fast lane 啊。这个时候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，然后他就在一条很直很直的道路上面，这条路是没有上坡的。走着走着，他突然就感觉他的车很重，就很像载满货走不动的感觉。一条直直的路，他的车速一下就从100掉到去60哦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他就更加的用力去踩这个油门哦，可是速度还是上不去，油针就死死的钉在60，速度怎样都上不去了。他就想着是不是车坏了啊？就在阿丽想不通的时候，唰唰，突然间就出现了一道很刺眼的白光。原来他后面有一辆车就一直跟着他，就在他后面一直闪高灯，闪个不停哦。看到他眼睛花花，他就想着是不是因为他驾60驾太慢挡到人家嘞？于是他就打signal，然后移动去左边，让他割咯。可是这个车就没有要割他哦，他就一直保持一样的速度跟着他后面走。阿丽当时就奇怪了，给他割又不割，真是神经病啊！因为那个车就一直这样跟着他后面，所以那个后视镜反光就照到他眼睛，就有点不舒服。于是他就伸出手，想着要把那个后视镜调一下咯。就在他伸出手去调后视镜的时候，他的目光就扫过了那个镜面，无意中他就看到了他 van 后面坐着一个人。严格来讲，其实他也不可以讲是人。当时阿丽就吓到头皮发麻了，心脏砰砰砰砰的跳，都不知道怎么办。他当时也不敢停下来，所以就假装没有看到他。然后他就在那边边哭边念着古兰经，读着读着，一边读就一边发抖，也不敢看后面，头脑就一片空白。怎样办呢？停车？这样的路停车是不是更危险呢？所以他就只能把那个radio声开得更大，来缓解这个情绪咯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啪的一声，他的radio突然没有了声音，整辆车瞬间就这样恐怖的安静了下来。然后阿丽就隐隐约约的听到了另一种声音，这个声音就是从后面传来的。这个时候他就吓到踩油都没有力了全身就在那边发抖，然后就不停的祈祷咯。到最后他还是忍不住的去看了一眼那个后视镜，他就希望只是幻觉，或者希望他已经走了。可是他还在那边。这一次他就看清楚了那个东西，他穿着白色的衣服，皮肤都是白白的，那个东西是个女的，长长的头发，脸看不清，手上就很像抱着一个东西，用一块白布包着的，小小个的，看起来就有一点像他的儿子。看着看着，阿丽都差一点忘记他在驾车这个 van 当时就差一点撞到旁边去，还好他后面那辆车就在后面晃了他2下，提醒了他，要不然就肯定撞上去了。阿丽当时就想着不要看，过后他就把那个后视镜推上去不要看，
要不然啊，等下分散了注意力，从自己上面掉下去啊，那么就真的是100%死定了。就这样，司机就煎熬地度过了最漫长的15分钟，头脑一片空白，精神都要崩溃了，还以为要撑不住了。然后他就看到了一个路牌，原来拉旺bypass的路已经结束了。看了看油针，竟然就回到去了100。这个时候才发现他的内裤都湿了，全身软软的。当时他是感觉到他的车没有这样重了啦，可是啊，他还是不敢去看那个后视镜啦。这个时候他突然就听到“呗呗”的2声，一直跟着他后面走的那辆车就晃了他2下，然后就过了他了。那个人就跟他打了一声招呼过后就走了，还好一路上有他跟着，要不然啊，可能他真的是走不出来了。后来一到天黑，很多司机都不敢走这条路了，尤其是一个人。如果在那条路上你突然感觉到车很重，最好还是不要看后视镜，谁知道我们会载到什么东西呀？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今天来一个恐怖3选1，下期你们想看什么样的故事啊？ A. 我也看不明白的离奇命案。 B. 听着听着可能会睡觉的长篇鬼故事。 C. 马来西亚真实发生的都市传说。留言选一个你们喜欢的咯，我就选那个最多人投票的那个来讲。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